前两天飓风的纪录片播出之后，居然有兄弟说没看过他的比赛。那么今天的回顾经典就带大家一起回到1985年的加拿大大师赛的决赛，重温一下这个将进攻融入到血液当中的男人。注意看这一杆，他想要干嘛？上来之后居然没有过多的考虑，他竟然直接左塞，想要将粉球挂进地带。这样天马行空的骚操作，在当今的斯诺克泰坛已经不可能看到了。下赛太多，碰到了黑球被罚7分。这是强5的决赛，现在双方2-2暂时打平。现在黑球就停在袋口，无需太多考虑，与其绞尽脑汁，还不如快意恩仇，直接翻袋。当然，这样的后果观众看爽了，自己也舒坦了。带来的后果嘛，就是将这一局给老球王拱手相让。老球王史蒂夫·戴维斯，他跟飓风的恩恩怨怨纠结了一辈子，临死飓风也没有从这段恩怨中走出来。当然，这仅仅是飓风一人而已。在飓风的个人纪录片当中，巴里·赫恩说道，他为斯诺克带来了滔天巨浪。而老球王史蒂夫·戴维斯则说，不，我一定不是他最喜欢的人。看一下飓风这个2库 K 球的杆法，如果放到当今的斯诺克职业台坛，兄弟们一定会说，哦 no no no， 这哥们儿就是个小白。但是放在当年的飓风，他根本就不在乎。看看这颗所谓的传球，红球的角度根本就没有自然角，而是需要连接在下方的那颗红球帮忙才行。那又怎么样？只要有这一颗，也许可能的机会，他就可以了。在飓风看来，只要能进攻，只有傻子才会去防守。看看这颗白球的控制，说实话，实在不敢恭维。但是那又怎样？看看飓风有过半点犹豫吗？这不就是铁库吗？下面呢，先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。在元旦期间，大圣将会给大家推出球王系列，从70年代的雷利尔顿，再到80年代的史蒂夫·戴维斯，当然还有90年代的皇帝，然后就是现在当之无愧的火箭奥沙利文。这其中飓风跟史蒂夫·戴维斯的这一段爱恨情仇，咱们也会在老球王的那一段当中提到。另外呢，我也感谢兄弟们对汉美皮头的关爱。近期呢，咱们送出了买汉美送胶水的活动，点击下方的小黄车，感受一下小特的同款汉美 HT 吧。An excellent positional shot there on the pink, stretching over and having to screw back just to the exact position. 看看大哥的这份击球动作，再来看这杆，提示的是右塞推杆，但是他却瞄的是低杆，打出来的是推杆。这或许就是江湖失传已久的瞄低打高吧。不知道今天的职业教练们看到这位武学奇才作何感想啊？What a break this has been from Alex Higgins. 53. Pulling out all the stops. 再来一杆传说中的头球攻门。接下来看一下飓风的这杆教位哈。以今天对职业球员的要求来说，球打到这个状况，打不死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大哥一杆当剑士之后，这个白球的位置就有些尴尬了。
要终止进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知道江湖上为什么叫我飓风吗？那就是要摧毁一切。面对这颗超分的红球，飓风再一次把自己拍在了沙滩上。接下来轮到老球王戴维斯上场，他现在需要的是青光桌面。看了飓风的击球动作之后，再来看看老球王，这才是真正的教科书。So nearly Higgins was 1 up with 2 to play, but now he faces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1 behind with 2 to play. 15.毫无悬念，老球王一杆清台，飓风又成功的把自己捉到了悬崖的边缘。目前戴维斯已经率先拿到2个赛点，那么这场决赛还会有悬念吗？这2位冤家对头还有故事吗？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